现在开始铺上面的底板了。延伸出去的这个位置就是挑梁，没有它的话，这个板面没有支撑性。大家看，我们这个挑梁一直像这样延伸过去的，到那边一直都是。这个钢钉太厉害了，直接钉到钢管上。这些锯下来的又派上用场了，要铺在这里很稳。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每一块板材都有它的用处。你看铺在上面刚刚好，可以直接替换这个钢管。把这些板材全都上来。最后一张全部刷上来了。现在给它加一下支撑。
挑梁的冰板。外面虽然下着雨，但是里面正常施工没有任何的影响。现在要做后面的这个南冰板了，直接跟这个楼面的高度一起做出来。现在板面的高度和旁边的盒子全都给它下好了，一体成型。这些小鸟不怕被雨淋吗？现在把这个南冰板给它固定出来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我们的板面就是这么高，这个南冰板就固定了我们浇筑后的高度。在我们这里通常的是10公分至8公分的高度，做12公分的在农村基本上没有。一开始我说做12公分的，师傅他们都说太厚了，建议做10公分。这外面到时候要给它接过去，所以说我们绑着钢筋的时候要预留。我们后面这个位置以免跟这户人家有纠纷，所以说我们打算退进来大概1米多的距离，然后往这个位置接过去。现在师傅在转角处给它定一个盒子，这个位置我们收进来1.5米，然后留一个1.5米的空间，然后防止有纠纷。像这样的话，以后他们再怎么扯皮的话，就避免这些麻烦嘛。因为一开始我们是打算这里拉直过去，但是这样的话，他们反复来说我们占了他们的地，所以说有理说不清，我们就直接让他3尺吧，直接让到这里来。古代不是有句话吗？千里送书只会墙，让他3尺又何妨？所以说我们这后面丑是丑了点，但是我们这样做过来的话，也避免很多麻烦。现在师傅把柱子转角处做一个盒子，给它固定住。所以说，在农村就是这些边界的问题，扯了一辈子都扯不清楚。所以说我们来了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扯清楚。哎，怎么宽呢？难道定反了？反了。老师傅出现新问题，还好不是板子切错。你们修房子的时候有没有为边界的问题扯皮啊？我们啊，因为全部都是我自己家的。哦，前后都是自己家的，那就好。周围在我们这里，亲兄弟都为边界扯皮，比如说其他人呢？我们那边没人会说，因为全部挨在一起的都是那种很轻的那种。这边也有很轻的啊。但我们那边的土地方便，现目前没有哪一家会说因为这个边界的问题说什么。你看这个村里面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在为边界的事情扯皮，就是亲兄弟都大打出手。我们那边不，他不会因为那些事情。在我们老家也没有，就是在这个村里面多。大家看，这样做出来很完美。现在用方条给它加固。哎呀！我们这边就是给它跟板面一样平的，到时候上面要接钢筋过来，所以说特意这样给它做矮一些。
那边做高的地方就是我们布置板面过来。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房子了。用这个木条夹在上下两方，还要用那个步步紧给它打紧。现在我们把这个南边板铺出来以后，就是板面以后的高度了。这边的话，因为我们要给它衔接到以前修失败的这个位置，所以说我们这里要矮一点，要矮个12公分。到时候我们浇筑的时候就可以给它一起浇筑过去，因为我们是预留过来的，到时候这边要另外做。现在看出去，我们这后面又损失了这么多，但是地面还是我们的，我们只是这上面不给它浇筑过去。浇筑过去的话，到时候那些人又来找麻烦，那就很烦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上面就牺牲一点空间无所谓。